我身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，竟然被迫转性成萝莉，只为躲避我那5个如狼似虎的痴女徒弟。大徒弟心爱更是日夜不停地调查我的状态，得知我法力消散之后，直接把我堵在了城堡大门。师傅，人家等你等得好苦啊，你终于是回来了。我慌慌张张地扭过头去，这个该死的逆徒何时已经变得如此大胆了？这大徒弟本就是魅魔出生，再加上这么妩媚的话语，我已经血脉喷张，快顶不住。话说师傅，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？徒儿可是很想你哦。心爱趁我没注意，直接就把项圈戴在我的脖子上。我的好师尊，这下你就逃不掉了吧？可恶，你这个逆徒！欢迎师傅回家就拿项圈套着是吧？再这样为师可就不客气了。心爱闻言反倒是露出了一脸戏谑的表情。师尊，您这是在迁就徒儿的胡闹呢，还是根本就已经无力反抗徒儿了？要不然您为什么自始至终都是在用肉体反抗，一点法术都没有施展？我不禁心头一颤，坏了！这个家伙肯定已经发现了我的事情。下一秒，心爱绝美的脸庞就凑到了我的面前，您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徒儿身边，做徒儿的乖狗狗吧，徒儿不会亏待你的。我立马就指着后面大喊：谁孺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心爱当即就锁紧了眉头，随后又光速变脸：谁孺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在……话还没说完，心爱才发现身后根本就没有人，而且我已经趁着这段时间的功夫逃走了。我一点时间也不敢耽误，立马就掏出了变身药水。没想到这一刻会来得这么突然，即使是我这样强大的男人，在此时也是犹豫，毕竟炼金师老板娘说过，只要喝下药水就再也变不回男儿身了。突然一柄重剑直接就穿透了地面，心爱一脸潮红的看着我逃跑的方向。我的好师尊，你真以为今晚能够逃出我的手掌心吗？坏了，这个家伙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？看这个样子，今晚要是给逮住了，10个腰子都不够用。下一秒，我拔开瓶盖就一口气全部喝了下去。突然间，我只觉得心脏剧痛，随后吐出一口82年的老血。这个药水不对劲啊，为什么会这么难受？这个死妖婆不会卖的是假药吧？我的身体似乎是变小了。话说两腿之间为何变得空旷，身上就好像有火焰在燃烧一般炙热。心爱这时也赶到了我的面前。可恶，这个小孩身上为什么会有师尊的味道？话说这个小孩似乎和师尊有几分相似。卧槽，为什么胸口还是软的？这时我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睛。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白毛萝莉，结果第一天就被魅魔徒弟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因为奈希怀疑这个白毛萝莉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师尊，眼看差点就要踩进这个逆徒的圈套，我立马就壮着胆子走了上去。在主人用餐之前，我一个小小奴仆怎敢先吃？说罢我就一把脱光了身上的衣物，还把各种山珍海味摆在自己的身上，不要脸的恳求奈希对我下手。结果这些卑贱的举动当即就惹怒了奈希。你这个小鬼还真是不要脸！眼看计谋得逞，我甚至当着他的面哼起了小曲。毕竟我早就知道这个奈希有严重的感情洁癖，在他确定我的真实身份之前，所有的行为都只是在虚张声势，蠢蛋魅魔，也不想想我为什么能当你的师尊。此刻奈希也拿不定主意，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纰漏？这个小鬼该不会真的不是师傅吧？但是下一秒奈希邪魅一笑，罢了，就算是造诣再高的变身术，也不能改变肉体上的某些特征。说罢他一把拍在桌子上，犯困子小鬼，我看你身上的衣物有些破了，不如我们换一套新的吧。下一秒他就朝我递过来一套贴身衣物。好家伙，这特么哪里是要给我换衣服，明明就是想掏我鸟窝了。很感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衣服已经很好了。我刚想逃走就被奈希抓住脚踝，这怎么能行？奴仆就应该好好听主人的话。我猛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把奈希给扑倒。此刻奈希的小脸突然涨得通红，没想到他已经把手放到了天府之地。奈希猛地坐了起来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，为什么会这么平坦？奈希还是不相信眼前的白毛萝莉不是自己的师傅，然后他一把就掐住了我的脖颈，快点告诉我你是谁，为什么知道那么多还敢叫我逆徒？我立马解释道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迷佳丽的妹妹呢？大家有话好好说嘛。奈希一把就松开了我，一派胡言，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师傅还有什么妹妹，你不愿意坦白也没关系，亏我还设了这么多陷阱套你的话，不过这个东西你总该认识吧？我瞳孔一震，糟糕了，这个瓶子怎么会在逆徒的手上？昨天晚上我准备孝敬师尊，就看到他转身喝了什么东西，等我追上去就碰上了你这个小鬼。我看你的样子好像有些紧张啊，你可不要瞎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瓶子。奈希缓缓说道，我已经把剩下的药水拿到研究所去分析了，但凡让我知道你是在撒谎，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。顺带提一句，药水今早就已经送到实验室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后天一早就能得到分析数据。我猛然一惊，后天卧槽，这下可糟了，我不会被他强行榨干吧？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转性成白毛小萝莉后，却惨遭魅魔大徒弟的毒手。本以为逃出城堡就可以告别榨汁机的生活，结果才刚刚念完肖申克的救赎的台词，就立马被抓到二徒弟的手中。奈希回来的时间已经在即，幸好吃饭时被我偷偷藏了一根汤勺，现在没有魔法也就算了，连身体都是个白毛小萝莉，要是还我8块腹肌的猛男去鞘，挖穿这个破城堡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再怎么说我也是光明神的化身，区一座城堡还想困住老子？就在这时，古堡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奈希看着报告急不可耐地冲向我的房间，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直接传到了地底下。我操，有没有搞错？我才刚偷会懒人就回来了，这次要是被抓到那不得被抽筋扒皮？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，千万别抓到我呀！光明神再赐予我祝福吧，我迷佳丽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。从研究所发回来的信件上说着，药水的成分太过复杂，或许只有送到世界最大的研究所才能解析出来。但是经过简单的实验发现，药水确实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貌，不过外观的变化不大。奈希才不管这么多，最后一段话就是他想看到的。
尽管没有得到100%的结论，但是我硬要说是解析出来了。范困子也不能怀疑什么吧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每时每刻享受你，我的宝贝范困子。不对，应该说是师尊大人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就在奈希推开大门的一瞬间，我也挖穿了地道的最后一层土。奈希看着空落落的房间，突然沉默。这个地洞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的范困子师傅怎么就逃走了？另一边，我感受着雨滴落在脸上的清凉，这就是自由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弥加利终于是逃出来了。负责看守的女仆当即就把头磕在地上请罪。最近城堡附近似乎多了不少神殿的骑士团吧？告诉你一件事也无妨，就连我师傅都不知道，也没有察觉。我可是名副其实的魔神之躯。下一秒，我的大吼大叫就引来了附近的骑士。这个秘密没有其他人知晓。如今范困子全身都是我的气味，只要他出去就会被神殿骑士当作邪神带走。我不明所以的看着一脸愤怒的骑士，果然两人当即出手把我铐住。你这个充满魔神气息的走狗，老实一点，跟我们回神殿接受审判。闻言我当即就怒了，不是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哪来的魔神气息？接下来就是奈希和星野兰的最终对决了。不多时我就被带到神殿之内，骑士猛地一把将我压跪。大法师，这个小鬼是我们从城堡附近带回来的，他身上充满了浓重的魔神气息，我们怀疑他是邪神的走狗。星野兰眨巴着眼睛说道，魔神的气息吗？小家伙把头抬起来给我看看，真是可恶！神殿现在都这么蛮不讲理吗？我明明才走了几个月，待我看清来人就不淡定了。我抄！星野兰，真的是你吗？为师找你找的好苦啊！我激动的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腿。这些蠢蛋把我当成魔神的走狗，还把我一路铐到这里，快点救救我呀，我的好徒儿！骑士团闻言当即就愣住了，可恶，竟然敢对大法师不敬，立马把你的手松开！星野兰赶紧出手制止了骑士，大家先别冲动，待我确认一下这个小女孩的身份。下一秒，星野兰一脸温柔地看着我，不用害怕，你刚刚喊我徒儿，这么说来您难道是……本以为逃出魅魔大徒弟的手掌就能安心养老，却没料到这个二徒弟更是个病娇痴女，二话不说就把我关进了地牢。星野兰一脸温柔地安慰我，不要害怕，您刚刚说您是我师傅，这么说来难道你是……想到和奈希的区别对待，我不禁红了眼眶，果然还是我这个温柔可爱的宝贝二徒弟聪明懂事。没错，我的好徒儿，本座就是高阶圣堂光明神在人间的化身，路米亚王国活着的传奇，也就是你的师傅弥加利大人。星野兰当场就听愣在了原地，可是下一秒圣骑士团就忍不住了，你这个浑身沾满魔神气息的走狗，竟然还敢冒充弥加利大人的名讳，我看你就是在找死！星野兰立马就起身叫停了众骑士手中的动作，师傅大人法力高强，变个小女孩也并非不可能，只是光明神在身上的魔法烙印绝对不会改变，所以还请大家冷静一些，我用法力探寻一下便知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股冰寒的魔力波动就对着我疯狂冲刷，我这穿了几十年的新衣服竟然就这么被光束瓦解。待魔法波缓缓消散，我这才注意到此刻我已经是赤身暴露在众人眼前。这时星野兰突然就向我伸出手，别怕，没事的，我只是在给你检查身体，后续辛苦各位骑士们转过身去，不许偷看哦。这下可糟了，虽然说不是奈希这个蠢蛋不会分辨纹路，星野兰可是我从小带大的天才魔法师，但是这几天圣痕先是经历了药水的侵蚀，还被奈希这个魅魔百般摧残，也不知道星野兰能不能分辨得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星野兰胸口的蓝宝石突然就迸发出淡淡光辉，下一秒星野兰整个人都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牵引过来，这个感觉不会有错，圣痕竟然在呼唤我体内的魔力，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真的就是师傅，这下可真是赚大发了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行了，我已经感知完毕了，辛苦各位骑士们，立马把这个冒充弥加利大人的歹徒压下去，关到最底层的地牢。眼看刚刚逃出来就又要被关进一座监狱，我当即就破口大骂，星野兰，你这个逆徒在发什么羊癫疯？你绝对认出我了吧？快别和师傅我开玩笑了好吗？圣骑士看我还在口出狂言，立马就赏了我2个大嘴巴子。师傅啊师傅，没想到你居然主动送上门来，把你关进地牢里，其他徒儿就联系不上你了。咱们好好把旧账算算，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不过他这一身的魔神气息是在何处沾染上的？据骑士所言，他是在奈希的家附近被发现的。难道说这个奈希真的是一尊魔神不成？此刻的古堡之中，一名女仆恭恭敬敬地俯下身子。魔神大人，那位大人又来催您了。奈希闻言唰的一下坐起身来，你说的是我父亲吗？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白毛小萝莉，结果第一天就被魅魔大徒弟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本以为逃出升天就能安心养老了，却没料到这看似纯洁的二徒弟更是变态中的变态。奈希在火炉燃起了一本魔法书，下一秒一尊高大的火焰恶魔矗立而起。奈希只是空洞地看着面前的魔神喊了声父亲。奈希，我的孩子，你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了吧？奈希闻言紧紧攥住了拳头，然后淡淡回答道，我没有忘记。那你为什么还没动手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兄弟、你的族人还有你的父亲，我每天都被困在那个极寒的封印之地，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卑鄙的男人所赐。父亲知道当年把你一个人送到他身边卧底对你不公，但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担起拯救族人的使命了。奈希冷冷看了一眼魔神的手，然后一把拍开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答应过的事情绝不会反悔，该怎么做我也自有分寸，今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就别来找我了，免得神殿那边的人有所觉察，今晚我会想办法抓住他的。没想到此刻两人的对话全都被暗处的一个人听到。奈希，我就知道你不干净，嘿嘿，今晚行动吗？
就在另一边，我被扒光衣服扔到了所谓的地牢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我不禁感慨，现在真的是变成一个女孩子了。不过这里说是地牢，为什么看上去像温泉泳池一样？就在这时，星野兰一把推开了这里的大门。师傅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突如其来的一道声音让我虎躯一震。为师能去哪？就是瞎溜达而已。但是下一秒，我突然缓过神来，等等，你刚刚是不是喊我师傅了？星野兰，你是不是认出为师了？星野兰轻轻撩了一下头发。当然了，不管师傅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能认出来。真的是认出我了，居然还叫人把我打入地牢。星野兰笑盈盈地看着我说道：“师尊变成这个样子，肯定有自己的理由。徒儿总不能把这件事情昭告天下吧？不过师傅，你为什么没有在当时解除变身状态？难道真的和传言一样？您不会是法力不支，只能保持这副身体，不能再变回来了吧？可恶！为什么星野兰现在说话也有一股阴谋的味道？我就不信了，这个乖徒弟还能不怕我？星野兰，你是在质疑为师吗？为师只是暂时喜欢上这个形态了而已。当然了，为师不是变态，只是好奇而已。”突然，星野兰一把就把我抱了起来。真的是，女孩子身上怎么能脏兮兮的？我这个做徒弟的肯定要帮您清理干净才行。再说了，师傅嘴上说着喜欢这个形态，但肯定不知道女孩子洗澡的方式吧？星野兰将沐浴露抹在我的后背一顿揉搓，这样徒儿也好教给你我们女孩子清理的方式，这也是徒儿孝敬师傅的好机会啊！星野兰看着我一脸受不了的表情，竟然无比享受，就是这样的表情，师傅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我作为光明神在人界的化身，不料却突然法力亏空，变成了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白毛小萝莉。本以为含辛茹苦带大的徒儿能让自己安心养老，却不料这两个逆徒都是想要调教我的病娇痴女。奈希注意到星野兰这媚骨感染的体征，立刻就凑到了水池旁边狂笑：“我的宝贝师傅，竟然敢躲到别的女孩子身下，我必须把你带回去调教成听话的师傅才行！”我看着奈希朝前方不断探索的咸猪手心头一颤，抱着星野兰的大长腿都更紧了几分。这下惨了，要是给奈希逮住就遭老罪了。星野兰，你必须保住为师才行。奈希俨然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，心想这下就算是星野兰也无计可施了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奈希表情就僵住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在这里？明明刚才气息锁定就在附近才对。星野兰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邪魅笑容，只见我的身体在水中急剧缩小，而后就化作了一滩水龙的模样，说是在水中完全隐身了也不为过。没想到星野兰那些奇奇怪怪的魔法真能派上用场。师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我早就说过师傅不在这里了吧？再者，就算师傅真被我找到，以我们俩的关系，我还能瞒着你吗？星野兰松了口气，在转变我的形态之后，那种头脑空白、全身燥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不少。说罢，星野兰朝着一脸狐疑的奈希继续说道：“师姐，既然这么关心师傅有没有在这池中，不如我们一起下去看看。”奈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星野兰一把拖入水中，而后在不经意间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一脚就把我踹到了水池深处。奈希气得攥紧了粉圈，自己刚换好的衣服现在又泡进了水里。星野兰一脸玩味地捧起奈希的脸：“怎么样，师姐，看清师傅不在这里了吗？”奈希急得想释放法术脱身，不料下一秒就被星野兰掐灭了。别这么急嘛，奈希，我可算是明白了，明明师傅就不在我这，你却偏偏要挑人家沐浴的时候过来闹事，莫不是奈希你对我有什么别样的感情吗？还是说师姐你这么喜欢窥探人家的身体？奈希被星野兰紧紧抱住，脸都红到了耳尖，赶紧给爷爬！星野兰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大变态，就算我喜欢可爱的女孩子，也不可能会看得上你这个痴女。奈希浑身狼狈地钻出水面，偷鸡不成还被星野兰狠狠调戏了一顿，表情比吃了2斤母猪也疯狂还难受。可恶，星野兰怎么会说这种虎狼之词？还有刚刚他那副模样，明明就是媚骨感染的体征。说罢，他就留下一道分身藏匿在这大堂之内。星野兰啊，星野兰，骨子里就是个愣头小鬼，还想骗过我，门都没有。好了，星野兰，既然师傅真的不在这里，那我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。不过本师姐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师傅现在法力尽失，又一个人在外面，你也清楚师傅在外面的仇家不少吧？还请你多花点精力寻找他老人家，不要让他陷入危险哟。说罢，奈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星野兰仍存一些疑虑，师傅明明是帝国最强传奇，怎么可能会突然法力亏空？不行，我必须亲自测试清楚。说罢，星野兰一把将我提了起来，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拿出一块法石贴在了额角。下一秒，魔石就完成了监测，各项数值都低得离谱，完全就是一个普通小女孩才有的战斗力。我说师傅大人，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了吗？躲在角落的奈希不禁嗤笑一声，区区一道残影都发现不了，还算什么高阶魔导师？还有我的宝贝师傅，你果然就在这里！天神化身的最强男人却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白毛小萝莉。在此等危急关头，病娇痴女徒弟也暴露出了各自的隐性。本以为2个逆徒叛变就已经是极限了，结果半路还杀出一个失散多年的龙族少女。奈希刚推开门，想要给星野兰一个下马威，不料眼前的一幕直接震惊女孩300年。星野兰为挣脱开触手，全身香汗淋漓，但还是摆出了一个相当不妙的姿势。奈希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特意跑回来看我的笑话吗？此话一出，奈希当场就怒了，什么唧唧歪歪的，你以为你这破地方我很乐意来吗？反倒是你这小丫头片子玩的还挺变态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喜欢偷偷躲起来玩束缚腿？是在这里给我搞反差这一套吗？你也不想今天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？乖乖把师傅交出来，我就替你保密。别想耍花招，我知道师傅就藏在你这里。星野兰看着眼前奈希一副呆呆蠢蠢的模样，简直和刚才拐跑师尊的奈希判若两人，而且原本浓郁的魅族法力也变回了熟悉的火系法力。再加上奈希刚从天台逃走，又出现在正门，星野兰一时之间茅塞顿开，立刻发动圣魔法从束缚中挣脱开来。糟了，奈希出大事情了！奈希被这一吼吓得一脸懵逼，
地。经过星野兰从头到尾的解释之后，奈希惊呼一声：“你是说有人变成了我的模样，然后把师傅拐跑了？目前看来就是你想的那样。”谁知奈希下一秒就充满智慧的贴了上来：“星野兰啊，星野兰，你真当我是弱智吗？我看这是你瞎编乱造用来私藏师傅的故事吧。”星野兰看着奈希的蠢样咂了下嘴：“看好了，这种恶心下流的魅族法术我怎么可能会去学？”此话一出，星野兰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随后他就大步朝圣堂跑去。我这就下令骑士重兵把守关口，严查躲藏在路上的魅族。就在这时，奈希却叫住了星野兰：“你这个蠢蛋，先站住！抓住师傅的不可能是魅族。”星野兰闻言一脸疑惑地转过身来：“如你所说，那个伪装成我的妖女使用的全是魅族法术，可魅族不过只是一个低等种族，就算再强大也不至于练成连你都看不出来的幻化之术，有这种变身天赋的也只有可能是龙族了。”星野兰看着突然变聪明的奈希，惊出一身冷汗，难道是他师傅的第6个徒弟紫啸李树？提起这个龙族少女，星野兰也露出了无奈之色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他还是惦记着师傅吗？奈希闻言也陷入了回忆之中。10几年前魔族与人族正式开战，师傅作为天神的化身，再加上圣堂天使的帮助，很快就把魔族封印到了极寒之地。也就在这时，奈希的父亲把少女送到了弥迦利身旁，作为魔族的卧底，隐藏在弥迦利的手下。即是出于私心不忍女儿在极寒之地受苦，也为了少女有朝一日能解开极寒之地的封印。但是奈希深知封印之战其实并非弥迦利的本意，弥迦利本是极力反对赶尽杀绝的做法，但是圣堂天使手握无可匹敌的压倒性力量，最后弥迦利也只好被迫妥协。就在奈希执行卧底计划的时候，突然出现的第6位徒弟，在封印之战被遗失的龙族少女紫啸李树。师父心怀慈念，像收留我们一样留下了这个龙族孤儿。奈希身为异族，但从小就懂得如何隐藏自己，在他人眼中自始至终就是个人类的形象。但是紫啸李树不一样，他自幼就和人类大大方方的生活在一起，直到后来他身上的异族特征愈发明显，明明是素不相识的人类，却把恶意都强加在一名懵懂的龙族少女身上，虚伪的教会称他为人间的恶魔，绝不容忍任何一个异族生活在人类的世界，任谁都不会想到和平年代会存在这种恶劣的教诲。师父第一时间就冲向了人群，阻止暴乱。但是在紫啸李树的眼中，他只看到了师父站在人类的一方，甚至没有张开臂膀安慰自己，或是感受到巨大的背叛。那一天以后，紫啸李树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难道说紫啸李树是回来报复师父的吗？本以为久别重逢会是温馨和睦的相拥，不料这个逆徒不仅伪装了自己的身份，还对我娇嫩的身子动手动脚，借口是检查身体对标售后服务。紫啸李树失踪了这么多年，结果刚回来就把师父绑走了。星野兰身为弥迦利的2徒弟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管，我就是挖穿大陆也要找到他。区区一个龙族的小丫头，还能翻了天不成？奈希闻言呵呵一笑，也不知道是谁连紫啸李树的变身术都看不穿，他要真想躲着你，随便换个身份就能在大陆横着走，就算你有通天的能耐又能怎么样？星野兰一听这话，当场就急了，你这个当大徒弟的难不成要放着不管了？我说星野兰，你果然还是像一个小鬼一样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师父现在虽然在紫啸李树的手里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师父身上的魅骨可是能不知不觉地造成祸乱，只要盯紧了最近发生问题的地方，师父的线索不就手到擒来了吗？此刻就在紫啸李树的府邸，一口烟气正正地吹在了我的脸上，我猛地从噩梦中惊醒。奈希这个逆徒绝对会因为我跑到星野兰身边教训我的，不料待我看清眼前之人，却当场愣住。小家伙，你就放心好了，你的那2个徒弟现在抓不到你的。喂，你不就是当时卖我假药的那个坏女人吗？你这个臭卖药的，我为什么会和你待在一起？紫啸李树淡淡说道，当然是来帮我的客人了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就是我伪装成你大徒儿的模样，把你从圣殿里救出来的。听到这个解释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说来也是，能做出变身药的人，自己的幻化之术肯定也有一些造诣，不过这个臭卖药的我也就见过2次，为什么会大动干戈的救我出来？小家伙，你也别害怕了，现在很安全。闻言我当场就怒了，你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？自从喝了你的破药水之后，我就没有一天好日子。我之前明明说了要变个身份，你倒好，直接把我的性别都给变了，现在要我怎么面对我的列祖列宗？紫啸李树话没听进去2句，反倒是一脸兴致的凑了上来，居然真的可以完全变成女孩子，而且还这么完美。说罢，他一脸戏谑的看着我说道，这不是变得很成功吗？至少别人在视觉上绝对认不出你。没想到我这悲惨的遭遇一点都没有引起这个奸商的自责，最要命的是，你怎么还给我附加了天生魅骨的属性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个小女孩家的有多危险？紫啸李树闻言轻笑一声，好了，知道了，所以我这不是上门帮你售后服务了吗？结果我一个不留神就被他推倒在床。你先别着急，我检查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已经彻底绝望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检查我的身体？我难道就不要面子的吗？紫啸李树发现魅骨印记完美的与我融合了，这初步证明了他的猜测是正确的。自从在大街上听闻弥迦利法力流失的传言之后，紫啸李树就开始传播黑市贩卖变身药水的消息。他用幻化之术伪装成了店铺老板，果然逮到了一脸心虚的弥迦利。弥迦利也确实和传言中的一样，法力丧失到看不穿他的变身之术，于是他就交付了一瓶有问题的变身药水。但这并不是以复仇为目的，紫啸李树只不过想调查清楚师傅法力亏空的原因。这时我也想起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，这个臭卖药的竟然如此熟悉我的几位徒弟，那就说明他认识我的真实身份。如果这个家伙是仇家伪装的，那我不是危险了。在这危机关头，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我只要在这时催动魅骨，就能创造出一个逃跑的好机会。不过现在身上一点法力都没有，必须找到补魔的办法才行。奈希和星野兰本以为能够成功突袭紫啸李树，却不料自己也被发情的史莱姆王困在粘液之中。
中岌岌可危，险些就变成小史莱姆的温床。星野兰一把就将紫孝礼树推倒在身下，你这个义父当初差点就毁了师傅圣殿的名誉，现在竟然还敢回来用幻术拐走师傅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别想再耍花招，就算同门一场，我也会动手杀你。紫孝礼树闻言娇嗤一声，师傅都已经变成这副模样，你们两个没想着怎么解决，反倒是一直想方设法私吞，亏你还说的这么大义凛然。我被史莱姆的粘液捂住了脸，根本听不清外面在说什么。只见奈希悄悄地走到我的面前，然后一把将项圈靠在了我的脖颈。犯困子小鬼，在外面流浪2天就已经可怜的衣不蔽体了，还是乖乖和我回去过好日子吧。奈希一把拽起链子，想要趁乱把我带走，不料刚刚扛起来就被2人发现。奈希刚想回头看看是哪个没有眼力见的家伙，紫孝礼树就一脸冰冷地凑到星野兰面前，你们圣殿整日叫嚣着到处抓获异族，可是就连他这么一个潜藏在师傅身边的魔族都发现不了吗？星野兰柳眉一蹙，突然就想到了师傅被押回来时身上浓厚的魔神气息，不料奈希一脚踏出，直接就甩下了他手中的斩魔剑。喂，你可别在这里挑拨离间，我可是师傅收下的第一个徒弟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魔族？紫孝礼树闻言怒斥道，还要什么证据？你现在在对师傅做什么？他是你的猎物吗？奈希这才想起被扛在肩上的弥迦利，这下是有理都解释不清楚。一直沉寂的史莱姆王突然爆发，体型瞬间暴涨到一个房间的大小，你们这群卑鄙的人类，快点放下我的兽体！粘液从四面突袭而来，就连星野兰都被蓝色的触手困住，不能动弹半分。紫孝礼树见状反倒是轻笑一声，差点都忘了你还有点用处。史莱姆王一气之下打算把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当成温床。奈希被粘液覆盖全身，一时之间恶心的使不出一丝魔力，星野兰也抽不出手来施展净化法术，只有紫孝礼树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随后狠狠拽住了史莱姆王的胡须，想拿本小姐当温床，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龙族的血脉瞬间爆发，来自种族的降维打击让史莱姆王吓破了胆。紫孝礼树满意的抱着我朝出口走去，并威胁史莱姆王好好处理星野兰和奈希。2位师姐你们慢慢聊，师傅我就先带走了。星野兰和奈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紫孝礼树的背影缓缓消失。就在这时，星野兰冷冷的朝奈希看了一眼，趁奈希不注意，直接就向她的尾部摸去。奈希，你怎么真的是魔族？星野兰和奈希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弥迦利，被紫孝礼树领走嘲讽也就算了，还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史莱姆王的粘液。紫孝礼树使用传送魔法，直接带我消失在了王顶。不料这传送门竟然出现在这么高的位置，把我堂堂人界最强男人摔了个狗啃。话说回来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引以为傲的大徒弟竟然把自己绑架软禁起来，这也就算了，他身上竟然还沾染了魔神气息。明明小时候的奈希这么温柔可爱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还有我那个高贵典雅和蔼可亲的2徒弟，居然会用洗澡为借口把为师的衣服扒个精光，一副要把我生吞活剥的模样。我看这些逆徒通通都被魔神洗脑了是吧？要是为师的法力还在巅峰时期，也不会让这个最小的徒弟离家出走，现在还被圣殿背上了逃犯的罪名。这些徒儿打小就受我极尽严苛的教育，但是唯独只有紫孝礼树这个龙族少女，我始终都是对她疼爱有加。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她的魔族特征也变得愈发明显，无法隐藏。就在我打算出声教训她别再使用这种肮脏法术的时候，少女却坚定地反驳我，这些触手也很可爱，当师傅不在的时候，他们就能代替师傅来温暖我。直到那时我才发现，就连我自己对魔族法术的厌恶都已根深蒂固。那天以后，我更加不能对他提起身为师傅该有的严厉，许是自己内心的那一份伪善，让我想要把对魔族的亏欠全部弥补给这个孤苦的龙族少女。这样一来，似乎就能让我在那场灾难中获得一丝救赎。但我期盼的那场救赎终是没有到来，教会对魔族根深蒂固的恨意，还是被强加在了无辜的紫孝礼树身上。那时我已经被天使圣堂压迫的近乎窒息，再加上体内急速流失的法力，让我心烦不已。但是为了紫孝礼树，我还是坚定地站出来阻止骚乱。就在这时，紫孝礼树拉住了我的衣角，少女满含泪水的双眸像是在祈求安慰。等师傅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再去买一次糖果吗？因为烦躁，我只是着急的让紫孝礼树躲到3徒弟的住处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少女那颗凋零破碎的心已经暗淡下来。平定骚乱之后，紫孝礼树就像是蒸发在这座小城一样，再也没有音讯。我才开始痛恨自己没有在那一刻坚定的回应他的请求。如果一开始我能微笑的答应他就好了，如果我还是一身通天的修为，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团乱麻。此刻的圣堂之内，小修女向星野兰汇报，并没有发现包括奈希在内3人的踪迹。星野兰早就料到会是这样，只能愤愤地冲进浴室清洗污秽，真没想到又让他们给跑掉了。还有我那个笨蛋师傅，连紫孝礼树这种拙劣的幻术都没有看穿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来了来了！紫孝礼树为了隐藏自己，当场与蜘蛛娘啃了起来，但真实身份最终还是暴露。小蜘蛛盯着我的身体越发好奇起来，看起来虽然是个娇嫩的萝莉，但其实却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，而且还是个天使曾经居住过的躯壳。没想到我在这家伙的面前毫无隐私可言，随即问道：“这不是龙族的秘境吗？”蜘蛛娘闻言当场笑出了眼泪：“龙族不是早就被你们驱逐到极寒之地了吗？倒是这一堆宝物变成了我勾引猎物的陷阱，再加上这里无解的魔法禁制，所有擅闯进来的人类就像食物一样源源不断的送进来。这下我才看清了，溶洞之上竟然密密麻麻全都是丝茧。”就在这时，一道凌厉的剑锋闪，蜘蛛妖躲闪不及，瞬间就被削断了几只腿，随即又被紫孝礼树一脚踹飞出去，区区一个化形不久的蜘蛛魔物，再敢出言不逊，我就立刻杀了你！不料眨眼间，蜘蛛娘的伤口就肉眼可见的愈合了。你们是不是忘了，这里可是我的巢穴？下一秒，无数道蛛丝倾泻而出，就连紫孝礼树都被紧紧包裹起来，更别说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废物。只见蜘蛛魔物一个闪身就推倒了紫孝礼树，总是遮遮掩掩，不想让人看清楚模样。我今天非要打出你的原形！这突如其来的壁咚把我看愣在了原地，虽然是在侧面，但我也注意到这个黑心药师的发型竟然变了，难怪会一声不响的进入这里。
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个龙。不料蜘蛛娘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紫笑李树拖起了俏脸，当着我的面就砍了起来，这让我一个纯情小萝莉看懵在了原地。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居然还有这种闲情雅致？只见紫笑李树在我看不见的角度凶恶地盯着蜘蛛娘，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，知道了吗？蜘蛛娘被咬住了脸蛋，只能满口答应着没问题。这时我才发现这个黑心药剂师竟然长了条尾巴，而且还是带着龙鳞的那种。不料蜘蛛魔物一边在妥协，一边又举起了锋利的毒刺。见状，我立刻出声提醒药剂师小心身后，但毒刺还是在一瞬之间贯穿了紫笑李树的胸口，随后被蜘蛛娘一个甩尾扔飞了出去。哈哈哈，这就死掉了吗？居然敢把自己的后背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面前，接下来就是你了，天使的躯壳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寒芒径直架在了蜘蛛娘的脖颈处。紫笑李树冰冷地说道：“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你就别想碰他一根手指。”黑心药剂师的眼神瞬间把我带入了回忆之中，这个眼神绝对是紫笑李树，我不可能会记错。可怜我这多灾多难的一生，刚刚从三人乱战之中抽出身来，结果却误入了远古巨龙的巢穴，还在这里碰上了驻守洞穴的高阶人形魔兽，搞不好小命就要栽在这里了。想到这，我慢慢站起来走向黑心药剂师，喂，你快点给我醒醒！突然我就一脸懵逼的被他向后推去，隐隐听到他嘴里不停嘀咕着不要。紫笑李树悄悄转过头瞥了我一眼，心想自己的样子应该没被我看到吧。我看着眼前的状况当场愣住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1个小时前还对我上下其手，现在给我装什么矜持？爬着爬着就瞥见了地上的一枚金币，我还在纳闷这个地洞怎么会有这种宝贝，忽然就看见了身后竟然有一整座金山。我去，难道说这里是龙族曾经遗留下的秘境吧？紫笑李树闻言拉低了自己的帽子，你认识这里吗？我愣了一下回道，那边的墙上不是刻着吗？一说到龙族就想到我之前的那个徒弟了，小时候他告诉我过，龙族有一些极为隐秘的藏身地，只有龙族的特殊手法才能进入。小时候他最爱吃的就是小镇里的扭扭糖了，每次在他烦恼的时候给他买一个，他就会开心的乱摇尾巴。紫笑李树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情绪波动，心想没想到师傅还记得这些小事。不过我听他说过，这个秘境好像布下了远古魔法禁制，不管什么魔法都会被压制无法施展。此刻的紫笑李树正是苦恼于自己的幻化术不能维持。想到这里，我才发现我的这个形态好像一点都没有被影响到，而且就连自己的性格都越来越像小女孩了。我不禁虎躯一震，扭头看向那个黑心药剂师，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？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又想做什么？能做出这种品质的变身药水，还能瞒天过海把我从徒弟手中带出来，你该不会是什么有特殊癖好的仇家吧？这样一来就解释通了。还不等我说完，就被盖上了一件衣服。看着手里的衣服，我又陷入了沉思。不是这个黑色的小内内是什么东西？我可是天使神的化身，怎么可能会穿这种东西？还是说你就是在等这个时刻，让我穿上特殊制服来满足你的癖好？那你真的是小瞧我了，我就是宁死也不会屈服的。还没等我说完，紫笑李树就已经自顾自地给我套上了衣服。真是的，在那边胡说八道什么？现在不好好穿衣服，以后下垂了怎么办？紫笑李树为了计划可以顺利进行，现在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只能对我轻声说道：出现在这里只不过是我的传送卷轴出了些问题，之前说的要帮你恢复法力也是真的，你可能会对一个陌生人感到不放心，但我告诉你，你恢复法力之后对我也有好处，现在就换成我来保护你了。此话一出，我也察觉这些肉麻的话好像已经在别的徒弟那边听过，殊不知附近已经涌上了大批蜘蛛，一道空灵的声音飘荡过来：小哥哥，你一个人出现在这种地方，会不会不太安全啊？闻言我瞳孔一震，你怎么能看得出我的原本状态？只听这个猪女冷笑一声，当然了，看穿人类还不简单，毕竟我有不止一双眼睛，就算你藏得再深，我也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此刻最紧张的莫过于紫笑李树，因为眼前之人能一眼看穿迷佳丽的变身，会不会连他的身份也要一语道出？危机关头，紫笑李树冒着暴露的风险为我挡下毒刺，重伤之后仍不忘护在我的身前。这个眼神让我确认了眼前之人正是我最小的徒儿紫笑李树。下一秒，紫笑李树就被蜘蛛魔物扼住了脖颈。你这个连自己种族都保护不了的废物，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威胁我？正好我还没品尝过龙肉的滋味。这时，蜘蛛魔物听到一声咆哮，扭过头去，看着自己的徒弟被人伤成这样，我已然双目血红，怒意狂发。蜘蛛魔物一把松开了奄奄一息的紫笑李树，随后一脸戏谑地看着我，我就是现在杀了他，你又能怎么样？身上毫无灵力的废物也敢大放厥词。此刻我睚眦欲裂，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我都不能出手护住自己最小的徒弟？紫笑李树颤抖地向前爬去。蜘蛛魔物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只不过是个毫无灵力的废物，就是想要挣脱身上的蛛丝都做不到。下一秒，紫笑李树竟然把长剑丢到了我的身前。蜘蛛魔物见状，一把拉住了紫笑李树的头发，按在地上，随即便听到他虚弱地喊道：“我的血！”这一刻我才想起，龙族的血液可以压制任何种族的机能，现在沾满龙血的宝剑就是最后的机会，差一点点就忘记这个世界不只是有法术。我猛地向后一仰，切断了束缚在身上的蛛丝。就算这副身体孱弱到何种地步，我身为剑术大师的浑厚经验也不会消散。蜘蛛魔物看着我只是冷冷一笑，他不觉得我这个废物能改变得了什么。我迷佳丽什么都可以失去，但是唯独伤害我徒儿这件事情绝不允许。下一秒我便握紧剑柄冲了上去，只要心中信念不倒，就算是最弱的我也可以轻易将你击败。一道冰冷的剑芒划过了蜘蛛娘的脖颈，鲜血随即喷涌而出。蜘蛛娘或许到死也不敢相信，竟然是我取走了她的性命。在她没有正眼看我的那一刻起，这个结局或许已经注定。我凑上前去，轻轻抚摸着这张好久没有见过的脸庞，真的是你，我最小的徒儿李树。此刻失去主心骨的蜘蛛群突然涌了上来，我挥动长剑发出一道破空之声，区区下等魔物还敢靠近？再往前1尺，我便灭了你们全族！蜘蛛群被吓得瞬间四散而逃。我扶着昏厥的紫笑李树在幽深的洞穴之中寻找出口。我最小的徒儿，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在瞒着我？
看似温柔可爱的绿毛小萝莉，却是名副其实的萤火精灵女皇，也是6个徒儿中最腹黑磨人的小变态。但是为了拯救重伤的李树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向温蒂的领域走去。走出山洞之后，夜幕已至，紫笑李树腹部的贯穿伤已经止住了血，但气息还是越发虚弱了起来。我轻抚着这张稚嫩的面庞，再怎么说她也只是个刚刚成年的龙族小丫头，为了救为师把自己伤得这么重，还好这个破地方草药多，姑且是让伤口止住血了，明天再寻去处好好治疗一下。就在这时，怀中的李树突然轻允了一声，随后朝我的身上贴了过来，嘴里迷迷糊糊的念叨着师傅我好冷。我一个不留神就被他推倒在地上。这个时候说冷难道是伤口出现感染了吗？我害怕触碰到他的伤口，只能暂时任他摆布。终于紫笑李树慢慢的恢复了意识，突然就想起了自己在秘境时不停的暗示自己的身份，而且刚才好像迷迷糊糊的喊了几句师傅，这下该不会彻底穿帮了吧？我看着紫笑李树着急又紧张的模样，再加上他这段时间总是在刻意隐藏自己，我害怕这孩子突然被揭穿后意识过激再伤到自己，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，一把推开紫笑李树。你这个卖药的醒了就别和我贴这么近了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。见我一直在捯饬草药，对自己的身份只字不提，紫笑李树只能硬着头皮颤声问道：你不认得我吗？我蘸着刚刚捣碎的药液轻轻涂抹在紫笑李树的伤口上，你不就是欺骗我的那个无良药剂师吗？不过你倒是长得蛮像我的一个徒儿，害我差点就认错人了。说起来要不是因为我，那个徒儿也不会离家出走了。紫笑李树闻言内心泛起了涟漪，或许那个徒儿不是因为你才离开的呢，如果是你亲手带大的徒弟，肯定也能理解师傅的不易，况且或许你这个当师傅的也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吧。一个已经长大的徒儿不声不响的离开，也可能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不得不去做的事情。我盯着眼前这个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女孩叹了口气，随后把刚才偷偷做成的扭扭糖递了上去。我的那个傻徒儿最喜欢吃这种植物做的糖果了，我看你长得和我徒儿这么像，应该也会喜欢吧。乖，吃了就不疼了。看着我一反常态的模样，紫笑李树已经认定我发现了他的身份，只是没有出言拆穿，就好像小时候和师姐一起背着他做坏事，他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但却从来没有戳破，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残局。我轻轻抚摸着紫笑李树泛红的脸颊，既不想被我拆穿，却又暗示我自己的身份，果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。你说过要帮我恢复法术的吧？接下来我可就靠你了。忽然一道疼痛打破了美好的宁静，紫笑李树捂着小腹露出痛苦的神色，我俯下身子才发现药草还是没能抑制住这么大的窗口。紫笑李树现在就得接受治疗。只见少女颤抖地看着我说道：去温蒂那里吧，离秘境最近的就是她的森林了，现在奈希和星野兰都想抓我们，只有那里还算安全。殊不知另一边的温蒂早已接到了星野兰的通讯，让她留意紫笑李树身边带着的一个天生媚骨的小萝莉。温蒂闻言却露出了难以捉摸的坏笑，只有我才知道这个徒儿是个真正可怕的魔人精，不可一世的萤火精灵女皇温蒂竟然是一个傲娇的奶油泡芙小萝莉。明明不想直面这个生性顽劣的可恶小狗，但为了拯救受伤的李树也只能出此下策了。真的是，虽然贵为精灵族的至尊，但却像个难以控制的变态痴女一样。李树一直在安慰我没事，可这些记忆总是让我隐隐感到不安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婉转的声音传入了耳中：师妹，你终于是来了。说罢，温蒂竟然还朝着我的方向投来了一个不可描述的眼神。卧槽，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？该不会发现我了吧？只见温蒂一把牵起了紫笑李树的小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这么不小心伤成这样？伤口没发生感染吧？紫笑李树寒暄一阵，才想起介绍我的身份，这是我刚认识的一位好友。不料话还没说完，就涌上来数位精灵女仆将李树扶住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为你安排了最好的治疗方案，至于你的这个小鬼同伴，我也会帮你好好照看的。说罢，紫笑李树就一脸懵逼的被众精灵抬走，只留我一人在风中凌乱。我一脸疑惑的问道：这个流程会不会有点太快了？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温蒂轻笑一声，看向我道：你个小屁孩懂什么？这就是姐妹情深。下一秒我就被温蒂牵着跑了起来，只见她用一种不太对劲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。小鬼，跟我走吧，接下来本王亲自安排一下你的住处。这个可恶的眼神一度让我怀疑是不是已经被他发现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运花的马车从我身旁疾驰而过。根据我对精灵族的了解，这种布置应该是结婚用的才对。想到这，我就询问起温蒂：女王殿下，请问这是有精灵王室要举办婚礼吗？温蒂支支吾吾地回答道：应该是吧，心中却在暗叹居然被他发现了。神秘的精灵族会通过魔法契约成亲，只要在神树之下许诺誓言，两人的灵魂就会被魔法捆绑在一起，就算两人之前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之后也会因为魔法契约的催动下疯狂迷恋对方。而且精灵族的诞生也是由神树孕育而出，所以同性结婚也是合理。温蒂一脸坏笑地把我带进一间卧室，随后一腿横跨在门栏之上问道：我很好奇你和我家小师妹到底是什么关系，该不会是情侣吧？闻言我差点喷出一口老血。殿下您真是说笑了，以你所见我就是一个小女生。只见温蒂拿出一封密报慢慢念了起来。我最近可是一直收到大师姐和二师姐的消息，说让我好好留意紫笑李树身边的那个小女孩，既然你也不是紫笑李树的重要之人，那我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把你交出去。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一道晴天霹雳，下一秒我顾不上什么尊严，直接就跪了下来。女王大人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收留了我，我希望能在这里受到您的庇护。温蒂闻言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，盯着我道：你这个小鬼留着又有何用？总得体现出一点价值才行吧，我这里可不养闲人。说罢，温蒂缓缓脱下了自己的鞋子。今天为了迎接你们两人，我的脚可是在高跟鞋里憋了一整天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能怎么处理。我一脸懵逼的看着事态的发展，只见温蒂毫不留情，一脚就踹了上来，真是个小杂鱼，快让本女王好好感受一下你的价值。傲娇的奶油泡芙小鬼终于得到了惩罚，被我一通狠狠教训之后，只能无助的委曲求饶。方才那股傲慢的姿态早就换成了哭脸。只见现在的温蒂还坐在床榻边，高高在上的用脚蹂躏着我。一想到自己如今还得隐瞒身份，拒人篱下，只能任这个顽劣的逆徒尽情践踏我的尊严，
心头莫名的涌出一股老男人委屈低头的酸涩感。温蒂用戏弄猎物一样的眼神俯视着我，怎么了？还没想出要怎么侍奉我的脚脚吗？你这个小鬼该不会是害羞了吧？你这个愚笨的小家伙竟然敢对主人有想法，这可是要接受惩罚的哟！想要得到本王的庇护，就必须得要把你的全身心都奉献给我。我实在是没想到温蒂这个逆徒竟然已经放肆到这种程度，和奈希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下一秒，地面突然出现了几条藤蔓将我缠住。你这个小家伙真当这里是自己家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就温蒂现在的状态而言，我甚至都不敢想象他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情。下一秒，他竟然一脸施舍的模样取出了自己的贴身胖子，毫无顾忌的羞辱着我的最后一丝尊严。一声声废物，简直是要将我的心灵彻底击碎。想到现在自己懦弱无力的样子，就是连身边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，我终于忍不住一把握住了温蒂的手，在小鬼一脸震惊的目光之中愤愤说道：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已经受够这些不间断的羞辱了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叫我杂鱼废物了。今天我就要让你们好好看看师傅的威严，好好清理一下师门的歪风邪气。温蒂一时之间被吓得尖叫起来，这些只是我的口头禅啊，你的眼神怎么变得这么可怕？这些徒弟已经跟了我有些年头，每位徒儿的弱点我自然也是了如指掌。此刻温蒂脸上傲娇的神色已经荡然无存，只能娇弱的询问道：我想做什么？我握住温蒂的脚，露出了坏笑道：当然是为我们的精灵女王好好服侍一下了。说罢我就使出了吃奶的劲，狠狠钻向脚底板。一瞬之间，温蒂只觉得自己身上的力量好像被抽走了一般，脚底又痛又痒的感觉不断顺着小腿向上蔓延。下一秒，他就露出了惊恐的神色，不断向我求饶道：不要再攻击他的脚底板了。闻言，我手上的力道反而是更加重上了几分。温蒂紧紧咬着牙向门口爬去，生怕自己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我一把握住了这个小鬼的腰肢，硬生生拖了回来。女王殿下这是想要去哪里啊？我的按摩服务还没结束呢。下一秒，绝望的求救声就传遍了整座城堡。在门外负责守卫的侍女听到声音也不敢进去，因为就在这之前，温蒂特意嘱咐道：不管发生什么，听到什么也不要进去打扰她的雅兴。不多时，温蒂已经哭成了一只小花猫，看着我虚脱熟睡的身影，只感觉一阵后怕。可恶的大师姐、二师姐竟然敢骗我！不是说好了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吗？把人家的脚底板都按到没知觉，能知道我的这个弱点，果然就是你。可恶的傲娇泡芙徒弟竟然发现了我的身份，还借着自己精灵女王的权力将我束缚在宫殿之中，打算对我娇嫩的身子行不轨之事。经过一场恶战之后，温蒂向门口的贴身侍卫传达了几道指令。这时我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，也不清楚这个顽劣的小鬼有没有发现我的身份。就在我分神之际，温蒂竟然猛地扑到了我的身前。可恶，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温蒂当即就擒住了我的双手，随后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道：在我的房间鬼鬼祟祟东张西望是想要逃跑吗？明明才刚欺负完人家就想着跑路了吗？这样子人家可是会伤心的。闻言我便升起一股怒意，什么欺负？明明是你自找的！不料这个臭小鬼竟然冷不丁一屁股骑在了我的身上，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道：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会引来我的两位师姐追杀？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家师尊还消失了。温蒂这么一问，我反倒是有些心虚了，只能解释道：我根本就不认识那几个人，还有就是我突然想起来家里有事，我就不在女王殿下这里打扰了，没什么事我就先离开了。怎料这个顽劣的小鬼骑在我的身上，愣是没有一丝动作。这时我突然察觉到一种奇怪的触感，待我回头望去，才发现地上竟然有一件纯白的贴身衣物。温蒂一脸坏笑的捂住了我的嘴巴，想逃也得看看本女王同不同意吧。在这座宫殿，你就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继续隐瞒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。你也该对我吐露真言了吧？嘴巴这么硬，看来我要给你一些惩罚才行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希望你能扛得住。见状，我也只好咬咬牙硬撑一回。还有这个逆徒真的是没有底线了，再这样下去我可要顶不住了呀！就在这时，温蒂的小手突然摸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，他也不顾我躺在床上哭啼吵闹，怔怔地看着手上的风铃。这个东西世间仅有一件，正是温蒂多年之前赠予宝贝师尊的。见此，温蒂脸上的笑容逐渐邪恶起来，咬死也不承认吗？这下正合了本女王的意。下一秒，温蒂坏笑着朝我比了个耶，手上还沾着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看了看床头那罐闻起来不太妙的不明液体，只能委屈地朝温蒂狡辩：我都说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星野兰奈希，礼数也只是我在路上碰到才结伴的。温蒂闻言则是一脸无语地看了过来，这是不打自招啊，名字念的都这么熟。可就在这时，温蒂却拉着被子朝后退走道：那看来你确实没什么事情瞒着我，那就这样吧，睡觉觉了。看着我震惊的模样，温蒂坏笑地说道：还不睡是欲求不满吗？我吓得直接转过身去，不敢再多说一句，止住血后，子孝礼数便打算来找我，不料却被门口的卫兵以尚未痊愈为由拦住，而且还是温蒂亲自下达的指令。子孝礼数隐隐察觉到了一丝异常，明明是在最安全的宫殿，现在却安插了这么多士兵把守。就在另一边，一封密报被送往了奈希和星野兰的住处。可恶的泡芙萝莉小鬼在得知我是师父之后，反倒是更加猖狂，把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都强加在了弱小的我身上。温蒂在那晚之后突然就安分下来，和王宫里的大臣商讨了一天的事情。难不成这个臭小鬼真的有在为我着想吗？若是能暂时避开星野兰和奈希，倒也不是不能趋于人下。曾听过精灵族的神术可以净化一切魔法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消除我身上的魅力。次日一早，只觉得胸口不断传来沉闷的压抑感，做着美梦的温蒂竟然直接把我当成包子啃了起来，一股触电般的感觉瞬间把我吓醒，这才发现这个可恶的痴女小鬼竟然和我睡在一起。见到我剧烈的反应，温蒂反倒是一脸邪笑着说道：昨天晚上我们明明都踉踉跄跄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害羞？说罢，厚着脸皮继续躺在了我的胸口。人家这不
不是为了防着星野兰和奈希突然夜袭吗？再说了，都这么久没见，你不得好好温存一下我们的师徒情吗？听到这话，我瞬间亚麻呆住，随即立刻开口问道：什么师徒情？温蒂迷迷糊糊，这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口。我看着臭小鬼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，顿时醒悟，他果然是发现了我的身份。照他的性格，也不可能对陌生小女孩做这种事情。温蒂嘿嘿的笑着说道：你这个臭小鬼在想什么？我这不是想着和你师徒配一下吗？说罢，他二话不说就拉着我朝宫殿走去。眼看事情快要隐瞒不住，温蒂心想着必须加快一下计划。没想到几年之后，城堡确实变得更加神秘了起来。见我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温蒂当即就开始介绍了起来。这里新建的药池温泉可以快速恢复人的体力，特别之处就是情侣如果进了这里的话，那就算是酿酱一整天都不会疲惫。下一秒，温蒂不知从哪里摘了一枚砰砰瓜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邪恶起来。这种水果内含有大量润滑的水分，在两人相互修炼的时候使用再合适不过了。想到这，我差点没忍住当场逃离。突然，温蒂又拿出来一颗红色的果实道：差点忘了介绍我最喜欢的这种果子，它的味道我超级喜欢，而且还是酿酒的绝佳材料，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糖分。要是在亲亲的时候含着一颗的话，两人的舌尖就会感受到让人欲罢不能的甜蜜。闻言，我顿时虎躯一震，这个可恶的臭小鬼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虎狼之词吗？见他还要推广，我立刻摆手打断他道：听说你们这边有可以抹去一切魔法的神术，这是真的吗？温蒂闻言当即就对我上下其手，你这个小家伙是在暗示我吗？就这么好奇我们用来结婚用的神术吗？不瞒你说，本女王能帮你逃脱追杀的方法就与神术有关。可恶的泡芙萝莉徒弟打着帮助我逃避追杀的幌子，反手把我带进了私人温泉泳池，还借机下药将我迷晕当场。趁着四下无人，打算对我娇嫩的身子行不轨之事。听到温蒂嘴上说着可以帮我彻底摆脱另外两位徒弟，现在已经深入虎口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于是我弱弱的询问道：你这应该不是让小女出卖肉体的方法吧？温蒂一阵坏笑，然后回道：这谁知道呢？事不宜迟，咱们马上就开始准备吧。说罢，温蒂伸出小手朝身后待命的女仆指示。精灵女仆在看到指令后立刻动身照计划进行。两人顺着森林把我带到了一片四下无人的温泉。温蒂二话不说，当即脱下了身上的衣服。小家伙，你也赶紧的，开始之前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，蒸个桑拿也好清醒清醒。此刻我蜷缩在角落，感觉自己就是个待宰的羔羊。温蒂嘿嘿的笑着，蒸桑拿可是我们精灵族最高的待客之道，你这个小家伙就不知道尊重一下我吗？昨夜我可是为你商讨了一天的事情呢，赶紧和我一起来放松，好好感受一下蒸汽灌体大汗淋漓的快感。直觉告诉我这个臭小鬼十分的不对劲，他极有可能是在骗我脱下衣服，然后好检查我身上的印记，就和其他几人一样，吃一堑长一智。我这次可不会再上你们的当了。哪知温蒂也不管我有没有脱衣服，自顾自的在石头上撒了一堆奇怪的液体，下一秒液体就在滚烫的温泉石上挥发成了蒸汽。突然温蒂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，你这个小鬼也真的是，咱们什么都没开始你就脸红成这样。蒸汽的作用随即开始生效，霎时我只觉得体内一阵燥热。温蒂贴了过来道：小丫头这是怎么了？要是没力气的话，姐姐来帮你脱。察觉到不对劲，我立刻就打算离开这里，奈何温蒂早有准备，一下就勾住了我的脚。真的是逃什么逃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说罢，温蒂又朝着石头撒了一滩液体，这次头晕的感觉更加强烈，脑袋热得快要不行了。我马上双腿一软倒了下去。温蒂看着昏倒的我嘿嘿一笑，师傅这个笨蛋，随便一骗就乖乖跟着过来了。我早就知道你警觉不会脱衣服，这么高的温度让药水生效的速度大大提高，就是换谁也不可能扛得住。你就乖乖睡吧，再过2天之后你就永远都是我的了。让你冷落人家这么久，现在我要你全部还回来。此刻一封密信被紧急送往了城内，小修女看见内容立刻朝着宫殿跑去。星野兰忐忑地接过信封，心中的那一份悸动立刻狂热起来。这个可恶的小鬼，明明用魔法就可以通讯，非要送信过来。另一边躺在床上的奈希也收到了同样的信件。来了，这是奶油泡芙小鬼最有希望的一集。3位最强大的师姐妹全都被精灵族保护至困在了偏宫，婚礼的各种仪式也准备完毕。这时我朦朦胧胧的只觉得脸上有一阵柔软的触感，睁眼后才发现温蒂趴在我身边说着结婚。下一秒我猛地坐了起来，什么结婚？谁结婚了？温蒂当即伸出小手和我十指相扣，当然是我们俩啊，在神树下完成牢不可破喜结连理的誓言。此刻我只觉得头脑一片空白，自己明明是在蒸桑拿才对，这个臭小鬼到底要搞什么？还是说这又是什么试探身份的把戏？想到这，我一把推开了温蒂道：陛下没必要再试探我了，我早就说过了吧，我才不是什么迷佳丽。温蒂闻言嘿嘿一笑，这我当然知道，也就是因为你不是我的师傅，我才要和你结婚。如果是师傅的话，岂不是违背了伦理？现在婚礼的现场已经按照精灵族最高规格布置好了，司仪和庆典现场都是我精心挑选的。这下我才发现这个臭小鬼居然是来真的，吓得我双腿一软，哆哆嗦嗦的说道：我们才见面没几天，你身为精灵族的女王怎么能这样？要是真的结婚了，暴露身份什么的好像也不那么重要。随即我就大声向温蒂坦白道：我就是迷佳丽，我就是你的师傅，所以这个婚我们不能结。温蒂看着我着急的模样，反倒是兴奋起来。那刚才谁还说不是来着？再说了，我师傅明明是身高8尺的大男人，你这臭小鬼算了什么事？女孩可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哟。你要真是我师傅的话，我就不能和你结婚了。咱们赶紧走吧，就算现在你不喜欢我，经过神树的洗礼之后，也会变得只爱我一个人。温蒂将我带进了森林族最神圣的中心神树，此刻温蒂的小手紧紧地牵着我，他也早在第一次见到我之后就确认了我是迷佳丽无疑。昏睡了2天的我还处在一脸懵逼的状态，温蒂这次真是捡了个大漏，这些笨蛋师姐竟然就这么把线索交给了自己。师傅还在最柔弱的时候主动送上门来，为了完成和师傅结合的愿望，也只好委屈一下你了李树。2位师姐必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再过一会师傅就要变成只爱我一人的师傅。这时司仪宣布道：女王大人的结婚仪式正式开始。最终我还是小声地向温蒂询问道：为什么非要找我结婚不可？
听闻此言的温蒂竟也一改往日傲娇的表情。偏宫内的三人被守护值死死地困在原地。这时星野兰慌张地说道：“李树，你小时候和温蒂玩得最近，你知不知道他对师父有没有除了师徒情之外的感情？”子孝李树在遭到温蒂的背叛之后暗自神伤了很久，如今还被光着身子五花大绑在偏宫。奈希知道温蒂这个臭小鬼绝不是在开玩笑这么简单，必须要尽快挣脱束缚才行。没想到一向傲娇顽劣的臭小鬼温蒂竟然也有这么悲催的童年。魔族的战火点燃了温蒂幼时的家园，女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王母后和兄长一个个惨死在眼前。神树被点燃，精灵族的村民在灾难之下无处可逃。身为精灵族王室最后的血脉，她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少女希望有人能出手救救她，救救她的族人。也就在这时，或许是祈祷真的奏效了，一位身披圣光的天使就这样将她护在了身下，亲手撕破了魔族战火带来的永夜，最终在少女的请求之下成为了弥加利的徒弟，也顺利修复了家园，登上了精灵族的王座。少女终于后知后觉，师父竟然收留了这么多好看的女弟子，她不甘心两人的关系只是师徒这么简单，于是疯狂在男人面前刷存在感。可是奈何这些行为在弥加利眼中却变成了顽劣，示爱不但没有得到理解，还迎来了更加严厉的教育，最后真变成了普通师徒关系。温蒂从那一刻开始就下定决心要策划一场婚礼，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事情也进展得如此顺利。犯困子小鬼和我一起吃下这颗甜蜜的小果子，让胡寄生的藤蔓在我们身上刻下不可磨灭的魔法契约，从今以后你就是独属我一人的犯困子了。看着逐渐向下延伸的藤蔓，我才突然想起，藤蔓既然来自这棵神树，或许可以把我身上的药水刻印消除掉，之后再借机逃走，岂不美哉？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穿过人群走了过来。喂，你们这两个臭小鬼在这里偷偷摸摸做什么呢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婚礼大典的布置吧？师妹，你是怎么回事？结婚了都不懂得通知一下师姐我吗？还有你犯困子小鬼，明明说过要成为我的奴隶，竟然还敢做这种事情！奈希轻轻一甩就把温蒂扔到了天上，好在神树快速蔓延，精准接住了温蒂。奈希的脸逐渐阴沉下来，把我骗到偏宫去，让你的破藤蔓缠住，好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吃独食。温蒂这时也看清了来人，眼看计划被破坏，只能颤颤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奈希闻言嘿嘿一笑：“你这个笨蛋，难道忘记了温蒂的龙族血脉吗？这个破藤蔓果然也承受不住龙威。”奈希看着迎面走来的子孝李树，根本不屑一顾：“走吧，犯困子小鬼，回去好好当我的奴隶。”星野兰那个臭冰山脸估计还在偏宫无能狂怒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牢牢握住了奈希。奈希见到来人，实在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：“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？”只见星野兰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只要我还在这，就没人可以把犯困子带走。”场上顿时乱成了一锅粥，眼看三人马上就要大打出手，突然神树上的藤蔓就把我捆了起来，下一秒猛地朝上方拽去，藤蔓越聚越多，向我的四肢逐渐缠绕，最终把我整个人裹成了一颗球。强大的净化之力一时间把我的衣服都抹消殆尽，不洁之力源源不断的被神树抽离。终于来了吗？我刚硬无比威武雄壮的男儿之躯来了！三位欺师痴女逆徒彻底陷入了媚骨领域，一时之间竟然相互争风吃醋，抢着要第一个现身。这样一向冷静的星野兰都激发了某种奇怪的属性。温蒂属于高阶精灵种族，对魅惑有一定的抵抗力，但天生媚骨的绝对控制已经开始了侵蚀。眼看自己精心布置的婚礼被毁得一团糟，香香软软的小犯困子还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犯困子。温蒂突然脑子一热，把脸埋进了汹涌的波涛之中，媚骨的效果开始发作。温蒂只觉得这一定是上天赐予她的恩惠，这样刺激的双重体验还带着一股不可描述的媚劲，让人恨不得现在就直接送入洞房酿酱酱。温蒂一手抱着我的大腿，吸溜了一口快要滴下来的哈喇子，心想也该开始婚礼最后的仪式了吧。突然温蒂觉察了一丝不对，这个可恶的大师姐早就已经被媚骨迷得神魂颠倒，还有星野兰也快人一步抢走了风水宝地。温蒂一把就将我从两人的虎口之中抽离。好，你们这群混蛋，居然敢在老娘面前搞这个，难道你们没长眼睛吗？今天可是我和犯困子小鬼的婚礼。奈希捂着胸口颤颤说道：“笨蛋，你难道没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了吗？那全都是因为犯困子身上的天生媚骨被激活了。”温蒂闻言突然清醒过来，自己确实是慢慢接近了尸神的状态。可是天生媚骨不是魅魔女王一脉相传的刻印吗？难道说师父已经被魅魔女王那个坏女人给吃透了吗？殊不知另一边的我已经开始苦苦求饶，看在师徒一场的份上，你们就饶了我吧，再继续刺激的话，为师真的会疯掉的。两个逆徒闻言顿时眼前一亮，这是到谈判所有权的时候了。可是奈希快人一步当即冲上来和我十指相扣道：“师父，你还是乖乖跟我走吧。”徒儿，我撤回之前的话，只要师父能乖乖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。在那一方面，你想要攻还是想要守，我都听你的，不要再犹豫了好吗？听到奈希的条件，两个逆徒俏脸早已挂上了一丝红晕，接下来比的就是谁的下限更低了。温蒂二话不说，一把扑进了我的怀里。师父父，温蒂之前说的什么结婚都是在开玩笑啊，精灵之森这么大，你就留在这里陪人家吗？温蒂会用最温柔的方式照顾你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要是你想的话，在宫殿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写作业都可以。这个可恶的泡芙小鬼果然还在动歪心思。突然一个柔软的膝枕靠在了我的身后。犯困子师傅，你还是跟着我回圣殿吧，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徒儿一定想尽方法帮您恢复法力，这样就再也不怕被这些坏人追杀了。闻言我恨不得赔上两口，这副模样明明是想阻止我恢复才对。突然星野兰羞红着脸贴到了我的耳边道：“您知道的，徒儿的魔法可以变大变小，这样子写作业肯定更有感觉。”我当场喷出两句国粹，这不是拿我当变态了吗？星野兰误以为仅仅这样我还是欲求不满，说罢他已经开始幻想起自己一人将我霸占之后，每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危险画面了。三人近乎哀求的俯下身子贴在我面前，逼我做出选择。
奈西嘿嘿一笑，觉得自己必然是势在必得了。星野兰还沉浸在自己不堪入目的幻想之中。温蒂决定了师傅选择自己之后，必须立刻送入洞房。完了，痴女逆徒奈西又一次把我拐进了他的城堡，不论我如何求饶都没法熄灭他的欲火，这次要遭大罪了。陆羽之突然出现，带我逃离了3人混战。星野兰看清来人，不禁陷入了沉思。这个大小绝对是4师妹，她一直都待在橡树丛才对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？想到这，不禁看向了身后的2人，难道说是这2个家伙搞的鬼？奈西手中燃起火焰法术，娇嗤一声：“大丫头片子，现在竟然都敢打师傅主意了！既然想私吞，就别怪师姐我无情，把你后路断了，看你能逃到哪去！”说罢，奈西抽出一把魔剑扔向脚下，随即一眨眼遁入了洞口。奈西，你给我站住，别想一个人自己去！星野兰全力催动水元素打出，不料就在这时，洞口的魔剑发动，隧道瞬间就被土地封住。温蒂此刻一脸怨气，趴在了星野兰的胸口。都怪你们这些闹事的家伙，这明明就是人家的婚礼，现在被搅乱成这样，连人都拐跑不见了！我要把你们全都关到地牢里，用拖鞋狠狠拍！星野兰眼看自己的衣服就要被扯掉，连忙出手制止了泡芙小鬼。奈西不对劲，如果真想追上4师妹的话，为什么非要把隧道封住？我就说这个变态痴女刚才一开始就好像在拖延时间，原来是在给子孝礼树创造机会，等我们脑子分不清状况的时候趁机逃走。所以说刚才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陆羽之，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怀疑到他头上罢了。此话一出，本就呆傻的泡芙小鬼更加摸不着头脑了。果然就在另一边，子孝礼树的变身魔法慢慢褪去，变回了最初的模样。少女清澈的目光就这样毫无顾忌地望着我。就在这时，身后响起了熟悉的声音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只要我们联手，很轻松就能把师傅从那2个蠢货手中带走，主要还是得靠礼树妹妹的幻化之法。听到这，子孝礼树不舍得看了眼怀中陷入昏迷的我，别说这么多废话，按照约定，你先把他带走吧。奈西闻言狡猾地瞥了一眼，道：“你真的就这么把师傅交给我了吗？我现在被圣殿通缉，带着师傅的话走不了多远，再加上3师姐给我下了套，我还得找个地方疗伤。”话音刚落，子孝礼树的表情瞬间严肃起来。你答应我的事情不会忘记吧？奈西剔透的小嘴不自觉一咧。放心好了，我们的敌人其实是一致的，都是师傅身后那群讨人厌的家伙。子孝礼树眼神如丝，一步3回头的看向我。见到这一幕，奈西忍不住大吼一声：“等你养好伤了，我自然会来找你！”盯着怀中的我，奈西不禁有些醋意大发。明明看到我就想逃跑，却还心甘情愿地跟在礼树身边。看来在完成父王任务之前，我得把师傅好好训成一只小乖狗狗。时间一晃到了第2天的深夜，我猛地从床上坐醒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不妙的预感，随即才发现自己竟然就这么水灵灵的一丝不挂的睡在这里。昨日发生的一幕幕逐渐浮现在了脑海中。昨天好像是被4徒儿救走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晕倒了。我最温柔的好宝贝徒儿，这里一定就是他的家了吧？竟然能预感到为师的处境前来救急。不料话还没说完，转头就撞进了一团柔软的地方。我的宝贝师傅在说什么呢？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哟！我猛地一个后撤倒在了床角，奈西一副不对劲的表情在我身上不停扫视。师傅你怎么看见人家就一副失落的表情呢？难道是对我的女仆装不满意吗？闻言我大喝一声，知道我是师傅了还不快乖乖退下！不料我的一番话反倒是激起了奈西的兴致，看着他如狼似虎的朝我走来，我却只能无力的向前爬去。奈西啪的一声朝我打来，随即露出一副要把我吃干抹净的样子，道：“真当我还是那个只会乖乖挨罚的逆徒了吗？既然你都回到我的身边了，这次就好好顺从我吧，让我们的感情在今晚升温。”同时逆徒奈西的黑化经历终于曝光，不料这个小鬼给我戴上眼罩彻底疯狂，二话不说就来了一套精油开背。奈西看着我向前爬去，一把压了上来。师傅大人，你这是在害怕什么？徒儿还能吃了你不成？之前人家就说过了，只要你再回到我的身边，我就不会再威胁说要把你吃干抹净了。我躺在奈西身下不停扑腾，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逆徒到底说了什么。奈西见状鼓起腮帮把我翻了过来，一脸气呼呼的样子。你忘了吗？回来时我说过的。盯着奈西精致绝美的五官不禁让我老脸一红。真的吗？奈西闻言2只手啪嗒一声落在了不妙的地方，道：“当然啦，不仅如此，人家还打算好好补偿一下师傅大人，就当是之前有所冒犯的赔礼。”一幕幕不堪回首的画面浮现在了脑海之中。果然这个阴险的小鬼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。我向前一窜，挣脱开了奈西的魔爪，道：“我才不信你会这么听话，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”奈西软坐在床上，一副乖巧可人的模样。相信人家这一次吗？我就是单纯的想要补偿一下师傅，如果是别人的话我就相信了。从奈西口中说出来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，危险，太危险了。这个小丫头片子越是平静我就越觉得危险，但是事到如今只能以身入局了。说吧，你想要如何补偿为师？奈西唰的一声朝我扑来，明显是早有预料，等师傅把眼睛闭好就可以知道了。不要抵抗，不要挣扎，反正都已经落在我手里了，就算睁着眼睛也避免不了什么。直到这时我才发现，视觉被剥夺之后，身体上的其他感官就被无限放大，现在就连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都变得无比清晰，再加上奈西柔软的心跳和自己重叠在一起，可恶，这个家伙的按摩手法有这么娴熟的吗？身体的疲惫感让我变得绵软无力，这时候的全身 SPA 简直就是绝杀。奈西压在我的身上，一脸娇媚的说道：“怎么样，舒服吗？”此刻我的大脑只剩一片空白，毫不犹豫的回应了奈西。不料这个小鬼闻言扑了上来，对我呼出一口热气。师傅喜欢奈西为你准备的补偿吗？我捂住嘴巴，尽量不让声音颤抖，但奈西还是从各方位对我不断的发起进攻，随即轻轻压在我的身上，柔声说道：“我最喜欢的就是师傅了。”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奈西一手策划的驯化法则，想要以此破除我内心的防备。我早已有所觉察，毕竟我对这个小鬼从来都是真心实意。那一天在奴隶市场遇到他，我就知道奈西是被他父亲安插在我身边的间谍。少女在最应该天真烂漫的年纪，却背上了如此沉重绝望的命运。我不忍看到这一幕，还是打算把他带走。奈西在父亲身边被培养的异常冷淡，因为他从小灌输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。我就是杀害了大量魔族的恶毒敌人，我打算用爱感化这个可怜的女孩，力排众议把她留在身边悉心照料。虽然故事的开始都不会太过完美，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当成虚情假意，但是我始终坚信真诚能消灭一切糟糕的仇恨。